如果现在你是在负债，你现在正在经历灾难、贫穷、病痛，只有一个方法，那些都是相，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改变。接下来这2分钟，如果你听懂了，你还有救；如果这2分钟你没听懂，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命真的不能改吗？其实也可以改。要想改变命运，必须要改变你的圈子，改变你的环境。你的圈子不改变，你的人生就没有未来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你之所以穷，只是因为你那个环境造就了你穷。你换个环境，你才有可能富；你不换环境，你永远穷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全部吃喝嫖赌，我敢保证，你跟他待5年，你也吃喝嫖赌，信不信？你的身边的朋友全是上进的，全是创业，全是投资，全是天天学习的，你肯定被他影响。哎，对还是不对啊？你知道你为什么穷吗？因为你身边全是穷人思维的人。为什么你混了几10年还是个打工仔？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在打工，所以你就被吸引到了这个象限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都去创业了，你再烂都是个个体户。为什么你做了10几年的公司，你还是个个体户呢？因为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全是个体户。如果你身边当中的好朋友、好哥们儿全是上市公司老板，你再烂都上个新三板。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年，你还在创业呢？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在创业。如果你身边10个朋友有9个朋友都是投资家，你再烂都是个投资者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很多人传奇致富的故事，但是我敢向你保证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哎呀这个地方太穷了，然后这个人呢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去到了大城市，去到了美国，去到了新加坡，去到了北上广深，奋斗了10年，赚钱了，衣锦还乡。没有一个人是就是那个村很穷，在那个村致富变成亿万富翁的。环境不改变，结果是不可能改变的。曾经的我是个穷光蛋，我上了我老师第1堂课，罗伯特清崎的财商课。我那堂课我什么都没学到，我就学到一句话。我的老师是这么说的：宁可在富人堆里做穷人，也不要去穷人堆里做富人。他说，你的财富等于你身边最好的那10个朋友的财富的平均数。我发现为什么我是穷人？我打开手机通讯录，我想找一个百万富翁，哪有啊？全是穷光蛋。我第1个月工资5000块，我一个同学找我借了5500，还倒贴500。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做了个决定，我从今天起，我只跟百万富翁做朋友，我要进入百万富翁的圈子，只要不是百万富翁，不配待在我的朋友圈。然后我就删完了，我就到处去学习上课，我只加百万富翁的微信，开始跟他们变成朋友，同频共振，跟他们一起摇摆。结果过了不到1年时间，稀里糊涂我就变成了百万富翁。后来我想成为千万富翁，我就进入千万富翁的圈子，开始跟千万富翁一起同频共振，一起摇摆，然后到最后我就变成了千万富翁嘛。要想成为亿万富翁，加入亿万富翁的圈子，跟着亿万赚千万，跟着千万赚百万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人说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，但是我就想问一句，去哪儿找那么多亿万富翁啊？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。认识一个人如同推开一扇门，里面坐着一群人嘛。到了福布斯以后，你会发现嘛，全是亿万富翁嘛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很多人说周老师你说的太神奇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接下来周老师要告诉你这件事发生的原理是什么。我们通过能量世界跟物质世界2个世界来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来座的各位，首先咱说能量世界，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今天你跟一帮穷人在一起，这帮人穷人能量都是很低的，知道吧？当你天天跟这帮人在一起混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创业，因为只要你说我有一个梦想，他说你神经病；你说我要去创业，他说亏了咋办？你傻呀你啊！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，各位？记住一句话，凡是给你梦想泼冷水的，都是那些没有梦想的人。不要让你的梦想死在别人嘴里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当你换了一个富人圈子，进入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的圈子的时候，能量场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曾经也一无所有。当你说你有梦想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支持你。年轻人非常好，曾经的我也跟你一样，除了梦想一无所有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今天你很开心，结果突然见到了一大堆很不开心、都不想活了、得了抑郁症的朋友，你跟他一聊，你也不想活了，他把你能量瞬间拉低了。能量看不到摸不着，但它存在。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你都已经不想活了，结果见了一个非常高频的人，跟他一聊，瞬间感觉到那都不是事儿。这叫同频共振，宇宙第一规律。低频遇到高频，自动会被拉高，而高频也会自动被它拉低。回去以后做个实验，找一个人下象棋，
只允许跟彼此下，连续下1个月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找的那个人是棋艺比你高的，你每次都输给他，他每次都赢，但是连下1个月，你的棋艺越来越高，他的棋艺越来越烂，1个月以后你们平手了。如果你找一个棋艺很 low 的，你每次都赢，他每次都败，但是连续下1个月，你们又平手了。咱们再来从现实意义上来讲，你跟穷人在一起做生意，你就做的是穷生意，就算赚钱赚个快8毛嘛，还说什么说啊？你跟百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，是百万富翁的生意吗？一张单赚的可能就是100万吗？对还是不对？你跟千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，你一张单赚的就是1000万吗？你跟亿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，一张单就赚的就是1个亿吗？还说什么说？这是核心秘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想改变你的思维模式，一定要改变你的环境。在中国学英语怎么学都学不会，把你扔到英国不需要学，一出生就会，因为环境变了。你如果进入咱们这个圈子，全都是富人，全都是爱学习的，全都是积极的，全是有梦想的，你整个人生螺旋式上升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加入一个正能量的圈子，这个对你很重要。所以要想实现自己的阶层跃迁，就是换圈子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就是换圈子，换圈子，换圈子，换圈子。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如果去过日本，如果去过韩国，如果去过美国，如果去过欧洲，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的商业氛围叫死气沉沉，因为他们是发达国家，各行各业都已经被财阀掌握了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年轻人的选项不多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打工，叫阶层固化，叫寒门再难出贵子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是我们已经其实马上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了。假如有一天中国真的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，我们也会出现阶层固化。未来20年，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1强国，进入发达国家的序列。换句话讲，未来这20年是你整个家族实现阶层跃迁唯一的时间了。这20年你把握住了，你的整个子孙3代乃至5代都是富人。你如果没有把握住，真的，你的3代5代之内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了。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我们之前之所以机会很多，是因为我们中国刚刚建国，刚刚改革开放，满地全是机会。但是我们进入发达国家以后，一定也会阶层固化，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，决定的不是你的未来20年，是决定了你整个家族兴衰未来20年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要想实现阶层跃迁，在座各位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换圈子。就是换圈子，就是向上社交，就是出门拜师学艺。所以当周老师刚开始很穷的时候，你们猜猜我把钱都花到了哪儿？买衣服吗？买表吗？买车吗？买房吗？第一步花钱学习，第2步花钱创业，第3步花钱投资，第4步才花钱享受。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，在座各位，在我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之前，我没有穿过超过1000块钱的衣服，我没有出去旅游过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学习上，还有就是我的企业上，还有就是投资上，直到到了第4步我才开始花钱享受，然后第5步呢，肯定就是做慈善回馈这个社会了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，所以一定要学习。曾经的周老师一无所有，对学习那真的是每天看书，视书如命啊！坐公交车看书，坐地铁看书，下班的路上看书，上班的路上看书，回到家看书，这一身本领是学来的，没有人天生就会变成武林高手啊！我在这里跟你们揭露一个财富的规律。我看了一本书，第一句话就把我给震撼了：致富是一门科学。我看完那本书以后，我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变成了千万富翁。这本书曾经出版，帮助无数人变成亿万富翁。华尔街那帮大佬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人开了个会，全天下人都看了这本书，都他妈去创业了，谁给咱打工啊？他们买断了这个作者这本书的版权，把这本书销毁了。这本书被禁了整整200年，因为这本书揭露了所有创造财富的秘密。想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吗？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失落的100年致富圣经》。这本书的第1句话就给我震撼了，真的。当年周老师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个穷光蛋，我还在深圳住农民房租房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我看到这本书以后有一种什么感觉，就是那种触电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第1章，你天生就应该富有；第2章，致富是一门科学，它可以科学致富的；第3，你有机会致富；第4，致富的首要条件是什么？第5，迈向财富之巅。在座各位，周老师就是因为这本书找到了轨道，周老师就是因为这本书找到自己的热爱，而且这本书是一个合集书籍。你告诉我这本书要不要买？朋友们，这本书卖36块钱，来上架
失落的百年致富圣经。在座各位啥都不说，赶快买。致富是一门科学，如果你现在缺钱，一定要看《秘密》，一定要看这本书《失落的百年致富圣经》，一定要看。点击下方链接买这本书籍，即可找到周老师，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。你可以听周老师4天的课程，你告诉我值还是不值？这4天的课程讲什么呢？讲财商智慧，讲创业，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，讲如何直播，讲如何抓住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。真的看这本书吧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点击下方链接买这本书籍。